欢迎收听华瑞投经观点。一场攸关全球美元流动性命脉的无声海啸，正在华尔街底层悄然拉响警报。我们都知道，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是全球金融资产定价的终极蓄水池，而随着被视为货币政策鹰派改革者的凯文·华许极有可能接任下一任美联储主席，整个华尔街的目光正以前所未有的紧迫感重新锁定美联储的缩表路径。根据国际顶级投行高盛最新发布的全球市场分析报告指出，凯文·华许的潜在上任已经彻底打破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将长期维持庞大资产负债表规模的幻觉。全球金融体系必须开始重新评估流动性收缩的底线。高盛研究团队指出，在准备金需求可能出现结构性下降的背景下，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确实存在着巨大的瘦身空间。但缩减1兆美元也极有可能是整个金融体系在不发生流动性枯竭前提下的绝对极限。对于投资人而言，这不仅仅是一次美联储人事变动的八卦，更是一场将在未来几年重塑全球科技股估值、美元汇率以及新兴市场资金流向的流动性大变局。高盛研究团队在报告中指出，自今年以来，美国货币市场融资利率的波动性呈现出显著的收敛与缓和。这一关键的宏观指标表明，目前美国商业银行体系内部的美元流动性依然处于相对充裕的状态。这一稳定局势也给了美联储足够的底气与空间，允许银行准备金在总资产中的占比逐步缓慢的下降，同时将短期市场融资成本稳妥地陶定在略低于准备金余额利率的温和区间。然而，高盛研究团队强调，美联储官员在近期的公开表态中，虽然集体对现行的充足准备金框架表示了强烈支持，但他们也同时公开坦诚，一旦市场出现准备金需求实质性下降的证据，美联储就必须对准备金的整体供应量进行相应的缩减调整。这正是凯文·华许上任后将会大力推动的核心货币政策转向。为了更精确地为全球投资人预测未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具体演变路径，高盛研究团队在报告中给出了非常具体的财务模型。在他们的基准预测场景中，预估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在未来的月度平均增长规模，在2027年初之前将会被极力压缩在仅大约50亿美元的极低水平。而在2027年之后，随着这一轮缩表与调整进程的告一段落，月度资产负债表的扩张速度才会重新回到大约250亿美元的历史常态轨迹，以此来确保银行准备金规模能够稳定在占银行总资产大约 11% 的长期安全水平。然而，如果美联储选择在更长时间内维持资产负债表的规模稳定，不进行主动的资产购买，其后果将是极其震撼的。高盛分析指出，如果美联储在未来几年内仅保持资产负债表的总量平稳，那么随着美国商业银行总资产的持续自然增长，银行准备金占银行总资产的比例将会在2029年左右一路下滑，并逼近2019年的历史最低水位。华瑞认为，高盛的这一数据模型深刻揭示了美联储在追求更精简资产负债表时所必须面临的隐形红线。我们都还记忆犹新，2019年9月，美国隔夜回购市场爆发了历史性的流动性危机。当时正是因为准备金比例过低，导致了短期融资利率在一夜之间飙升数百个基点，迫使美联储不得不紧急向市场注资。如果美联储在凯文·华许的鹰派意志下，放任准备金比例向2019年的低点滑落，即使名义上的资产负债表没有出现剧烈的断崖式缩减，实体金融体系也将在2028年后面临极其严峻的流动性摩擦与资金踩踏风险。在资产配置与债券购买的具体操作上，美联储的动作也将对美国国债市场带来深远的重估。高盛指出，即使未来美联储为了维持资产负债表的稳定，而不得不购入美国国债来替换自然到期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美联储所持有的美国国债占整体国债市场的份额也将会呈现出缓慢但持续的上升态势。然而，高盛特别强调，这一份额的上升空间是受到严格限制的，预期将会持续显著低于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前的历史平均水平。如果美联储在凯文·华许上任后选择不将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到期资金重新投入国债市场，而是直接进行注销，不进行任何重新投资，
那么美联储在美国国债市场中的整体持份将会出现暴跌。华瑞认为，美联储在国债市场持份的下滑，本质上意味着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大量国债将不得不完全依赖民间与海外私人资金来进行消化与承接。在全球地缘政治摩擦频发、去美元化趋势蔓延的背景下，缺乏美联储这个最大且最稳定的终极买盘支持，美国长端国债的殖利率将会面临持续性的上升压力。华瑞认为，当美债殖利率长期维持在 4.5% 甚至更高水平时，全球风险资产的估值天花板将会被无情地向下压制。这对于高本益比的科技板块而言，无疑是必须高度防范的长期资金逆风。市场对于凯文·华许上任后的另一个重大担忧，在于他可能对短期利率上行和市场波动展现出远比现任官员更高的宽容度。高盛分析，如果美联储新一届领导层愿意容忍稍微高一些的短期利率水平，以及更高频率的货币市场波动，这在客观上确实可以产生一项正向的金融激励效应，也就是激励美国各商业银行之间更积极地开展直接的同业拆借与资金流动，减少对美联储准备金的过度依赖。然而，这种看似健康的市场化调节，在流动性分配极度不均的华尔街，却隐藏着巨大的系统性崩溃风险。华瑞认为，商业银行之间的同业拆借高度依赖彼此的信用信任，一旦全球宏观景气出现波动，或是个别金融机构报险暴露，同业拆借市场将会在一瞬间冻结。在准备金本就紧绷的前提下，美联储如果对短期利率波动不予干预，将会直接诱发中小银行的连锁流动性危机，进而重演地区性银行破产的惨剧。这也决定了缩减1兆美元的准备金已经是整个体系所能承受的极限，任何试图超越这一极限的更受资产负债表追求，都极有可能在全球复杂的金融衍生性商品市场中点燃无法预测的连锁黑天鹅事件。这场由美联储资产负债表重塑所主导的流动性变局，将会以极其直接的影响路径波及到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科技股估值以及整体的台股市场。台湾作为全球科技供应链的核心重镇，其电子、先进封装及半导体巨头在过去几年的估值扩张，高度受益于全球充裕的美元流动性外溢。华瑞认为，当美联储准备金占比向 11% 的临界点逼近，全球美元流动性总量面临刚性收缩时，外资对于新兴市场高估值科技股的偏好将会发生极其残酷的去中心化分化。在资金紧缩的新常态下，那些仅仅依靠人工智慧概念炒作、缺乏实质营收与净利支撑的虚胖科技股，将会面临资金无情的撤退与估值下修。相反的，只有像台湾晶圆代工霸主、高阶先进封装以及具备全球硬体垄断定价权的核心科技资产，才能在这场流动性大去化中，凭借着无可替代的实体盈余兑现能力，继续获得跨国主动型资金的抱团配置。华瑞认为，美联储缩表风暴虽然会拉高台股的整体波动度，但也会进一步加剧台股内部资金向极少数真正科技龙头高度集中的分化格局。面对这一即将到来的流动性大考，高盛的研究报告也为我们揭示了当前市场无法回避的几大核心不确定性。首先是美国商业银行内部对准备金实际需求的动态变化。虽然目前货币市场波动较小，但各银行为了应对日益严格的监管要求和潜在的存款流失，其最低舒适准备金水平在实体上可能远高于高盛模型中所设定的 11%。一旦实际需求高于预期，缩表的极限将会被迫提前到来，进而引发市场措手不及的紧缺。其次是全球地缘政治摩擦与石油冲击的演变。如果地缘局势再度恶化，推升通膨预期，凯文·华许极有可能采取更为激进的主动出售资产的缩表方式，这将会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猛烈的甚至是不可控的流动性休克。华瑞认为，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这场风暴与凯文·华许前在上任带来的鹰派预期，绝非一次简单的主席人选轮替，而是全球央行过去10几年来依靠大印钞、大膨胀维持繁荣的旧货币主义，在通膨与债务失控的新常态下所不得不面临的历史性退潮。高盛这份最新的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展望更新，为我们精确划定了未来几年全球资金总水龙头的收缩边界。
缩减1兆美元作为流动性在不爆发危机前提下的极限，预示着全球金融市场即将告别钱多且廉价的黄金时代，正式跨入资金少且昂贵的纪律时代。对于投资人而言，我们必须深刻内化这种全球流动性收缩与无风险利率高企的筹码真相。此时时刻，切忌盲目相信资金会无限无底线地推升所有资产，更不能忽视长端美债殖利率上升对高估值资产带来的无形压制。我们应当将投资重心坚定且唯一地锚定在资产负债表极度健康、具备绝对技术垄断定价权，且能持续提供强劲自由现金流的台股半导体与科技硬体巨头上，并灵活运用高股息资产与适度的现金部位进行战略防御。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